大家好，欢迎来到本期视频啊。今天呢，咱们来一起聊一聊 Insta360 Link。那如你所见，现在呢，我是同时做了录屏，并且用 Link 呢也录制了我的一个前置的镜头。那我会用这个音轨同步的方式呢进行后期的对轨。今天要聊 Insta360 Link，我发现就是 Link 这样一个产品啊，大家看到就是它发布之后呢，大家可能会有你看到很多人都第一时间发布了关于它的一些评测啊，或者一些分析的视频，但是很少有人再去跟进，再去做它的一些深入的这种挖掘。但是咱们频道跟别的频道就不一样，在于咱们频道就特别喜欢于深入的去了解一个产品。你比如说之前在我的上手视频呢，咱们曾经提到过 Link 有一个我非常喜欢特性，就是 Preset 的功能，现在呢随着最新的固件升级啊，那么已经实现了。那么咱们首先来看一看那个整个的关于Link 的一个最新的固件。我们就来在这个下载里面去看。那么在这个影视 Insta360 Link 里面，在2022年8月13号，实际上是几天前了。那么更新内容啊，是支持保存预设画面参数。这点我个人是非常喜欢的，因为这一点对我们的创作来说会非常非常有用。因为MX586它的画质潜力是很大的。然后8月3号的时候更新的这个 Link Controller， 它写了2点更新内容，实际上它更新了3点。还有一点就是关于整个交互的一些升级，实际上就是8月3号的这个 Link Controller 和8月13号的相机的固件，它们结合起来就可以获得一些非常不错的使用体验。好，现在你看到的就是我正在用 Link 录制的画面。那么在这个图像设置里面，目前啊，在这个自动曝光，你可以看到我现在的这个拍摄的画面参数啊是 ISO 100和1/30秒，并且我用自动白平衡，以及我把对比度和锐度都放到了10。我把当前这个参数啊存储为预设参数，所以下次我打开 Link 的时候，它直接如果的光线不变，位置不变，那么打开之后呢，就是这个很好的画质。这里对比度跟锐度的下降会极大提升你画面的这个专业性。大家也看到了，我现在背后有一个绿幕啊，那么这是我最近刚买了一个绿幕，我正在研究怎么在这个拍摄过程中啊，用我的这个讲解的过程，更加的就是不会对大家形成干扰。我希望用绿幕的形式把我整个的人抠出来，然后放在画面的左下角，这样给大家讲解呢更加生动一些。同时我个人建议就是大家如果是一个经常更换使用场景的一个用户的话，你可以勾选自动曝光，这种的效果会更好一些，就是它对场景的适应能力更好。现在因为我的室内的我的光线是 ISO 100去布的，所以它整个的这个画质目前是以最强的这种状态去展现的。好，那么这是一个最新的。第二个实际上是关于云台控制。云台控制之前咱们实际上在那个关于上手视频也提到过了，就这次呢真正的是实现这么一个操作，就是我们单击，我们把它全屏啊，我们单击画面，然后去拖拽，在拖拽的过程中，大家就只鼠标摁着不松，那么它就可以实现 Link 的这个来回的运动。这个交互体验是非常好的，这个交互体验会极大的简化你的这个操作逻辑。因为原来按照摇杆的方式做的话，你会发现，你的左右啊是反过来了。摇杆的左右是从相机的这个视角去看的左右，而人去看相机的时候呢，相机的左右实际上是镜像的，所以呢，拖动画面去移动，这种体验反而更好。但是这个操作也是有 bug 的，就是它是利用这个鼠标事件去捕获它的这个，利用这个，大家看现在这出现了 bug 嘛？实际上它是利用这个像素的。它是利用这个像素差来获取这个相机的整个的运动的这个变量的。那么如果你的鼠标响应事件不是很灵敏的话，你会发现它就会出现漂移的情况。所以这个就是关于拖拽屏幕去控制云台的一个缺点，可能在程序上还有不小优化的空间。但是这个操作模式是我个人非常喜欢的。那么目前一个比较高的成功率就是，你摁住不松，拖到你想要的位置，再松开鼠标，过程中啊千万不要出现抖动，那么这样的话就是一个最好的效果。所以呢，这个就是 Link 在目前又会给我们带来一些全新的特性。那么另外呢，就是在原来的这些模式里面 ，HDR 模式、镜像模式这些呢，都是我个人非常非常喜欢的用 Link 的这种使用的状态。固件版本目前最新的就是 1.1.3.5 build 14。那么这现在它也不区分到底是 Gimbal 还是这个固件了，所以把整个的固件都合二为一了，所以这样的设计也是非常好的。同时大家要注意，就是你在用 Link 去做录制的时候，大家这个要知道啊，Link 去录制的时候，这有一点非常好，在于你用 Link 直接内录到你的那个电脑或者是手机里面，
这个过程是不需要考卡的。那么你一旦用一个不用考卡的介质去进行剪辑的话，你会发现你的剪辑效率会非常非常的高。所以这个也是我非常喜欢 Link 的另外一个原因，就是它极大的加速了我的这个后期的工作流，就不像用相机拍，那么还得考卡，还得去做对轨。那么 Link 的话呢，直接还能录 4K，这个用起来就非常爽。另外还有一些我个人觉得还不错的能力，就是结合手机去用 Insta360 Link 了。手机的话呢，我给大家推荐一个软件，手机咱们今天不展开讲了。这也是我个人之所以要觉得预设是个很关键的原因之一，就是我们可以用手机来去直接去连接 Link， 然后通过 Link 的一个比较好、比较高画质的预设，把我们的手机当成这个 Link 的一个外录的一个软件。那么这个外录软件呢，我个人是最推荐的，叫 USB 摄像头 Pro， 就 USB Camera Pro， 这是一个中国人写的一个软件。那它在这个整个应用商店里面卖的是非常火的，叫 USB Camera Pro， 就这个软件，大家可以去搜索一下。那么它利用的是标准的这个 USB 的 UVC 和 UAC 的协议去读取的你的外置的这个摄像头。那么它的这个录制的画质会非常好，同样也可以录制这个 4K 25帧，直接录到你的手机里，直接进行剪辑，而且它也可以支持关于整个图像的，就是伽马曲线啊、亮度啊、对比度调节，这个强烈推荐大家就叫 USB Camera Pro， 这是一个付费的软件。当然你也可以去买免费的那个，下载免费叫 USB Camera， 没有 Pro。这是一个叫沈瑶的中国人写的软件，而且这个软件我用了有2-3年的时间了，这期间它一直在不断的更新，所以这个软件作者应该还是一个挺有意思的一个人。他的这整个的关于它的设置啊，它的用法呀，我个人觉得会比 Insta Link 的这个 controller 还要更强大，因为它这个面向呢就是用 USB 传输的这一类的摄像头专门开发的一个软件。那这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就是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关于 Insta360 Link 的最新的，一个是软件，一个是固件，还有它的一些最新交互体验。这些实际上在咱们当时的这个最初的视频里面是给大家有提到过的，但是今天呢咱们又给大家强调一下，因为整个的一些新的交互的方式和逻辑，以一个非常稳定的形式呢，已经呈现在我们眼前了。只不过在这个拖拽视频交互的这个方向上，还有不少的空间，优化的空间可以做。那如果觉得这个视频还不错，千万不要忘了点赞、转发3连。咱们呢下期视频再见。